金蝉子冷冷一笑，淡然道：贫道还道你有几分本领，没想到只是来说教。言说中，金蝉子背后的金光闪烁，6把短刃缓缓漂浮到半空中。这次贫道将你斩成碎屑，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。李长寿心念急转，哼了一声：哼，好你个金蝉子，我特意在此地等你，便是想要提点你一番，没想到你竟如此不识好歹。我这般化身有100千，给你斩又如何？可惜你自落前程，非要在那灵山台前久叩首，最后所得不过白骨肉，可悲矣，可笑乎！金蝉子双眼微微眯起。你说什么？李长寿的嘴角一撇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心底仅有的念头就是在纳闷，我都拖了这么久了，这黄龙真人怎么还不过来呢？按黄龙真人上次带着我去南海的御空速度，现在应该是已经要出现在此地了才对啊。迷路了？还是多年不回龙族之地，将海眼这么要命的命脉都……李长寿的目光迅速扫过此地，能见到这海沟底部各处闪耀着的禁制光芒，下方的大阵无比坚固，也确实存在一缕缕浑浊气息。但是龙族在此地的防御是不是太弱了一些？虽然可能是因为龙王将此地驻扎的龙族高手调去了龙宫的缘故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这不合常理啊，也完全没有理由啊。老龙王绝非是简单人物，海眼与水晶宫孰轻孰重，如何会分不清？怎么不说呢？金蝉子的目光中杀意凛然。李长寿突然一笑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言道：罢了，我这也不急，你先做完正事，咱们再闲谈几句就是。金蝉子背后闪烁的金光不由一顿，瞪着这中年道者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此时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急躁，虽然心底还不能完全确定，但是90%把握还是有的。这里应该是龙族故意布置出的假海眼，甚至李长寿还催促了一下：请。金蝉子眼底的狐疑更甚，他素来行事狠辣利落，这次虽然被这个杀了2次都杀不尽的神秘道人搞得有些不明所以，但手上的行动却没有落下。道友还想诈我？金蝉子冷然道：如此，贫道就当着道友的面招来此地残魂，凝作龙族魔杖，看道友能奈贫道如何。当下金蝉子身后飞出了6把金色短刃，围着他飞速的旋转，布下了一层防线。短刃包围之处，随着金蝉子不断的催发，那血色宝珠闪耀出道道光亮，发出了凄厉的风声。海水中几道残影从大阵出口处飞了进来，化作了血光，钻入了宝珠之内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金蝉子先是皱眉，随后便是眉头紧锁，那张英俊的面容上露出了几分疑惑。为什么没有千万龙族残魂汇聚之想？我方几位神人弟子推算过许多次，只要抵达东海海眼，就可得千万龙族残魂化作血魔，反去攻打龙宫。而这也是对龙族的警告，若再不低头，下次要破的就是海眼封印了。但这些算计，这些计谋，竟然没什么作用。李长寿轻轻一叹，金蝉子扭头怒斥：你搞的什么鬼？李长寿见状，心底倒是完全确认了下来，背负着双手，身周涌出了一缕缕火光。是我在搞鬼，
还是你心底有鬼？金蝉子的面色更为凝重，刚要继续说话，李长寿的身影突然被三昧真言吞噬，几乎瞬间就在海水中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股股灵气在周遭不断的冲荡，一缕传声也钻入了金蝉子耳中。金蝉子，你现如今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，等你遇到脚底有3颗痣的那人，你才会明白自己究竟是何人。金蝉子一愣，面露思索，他突然大怒，6道金光交错飞射，却只是斩断了那一缕灰烬。故弄玄虚！金蝉子低喝一声，低头看着下方的封印大阵，目中带着几分犹豫，还是没有出手将此地封印打破。但李长寿刚才所留那一句随口胡诌之言，却如同魔音一般在他的心底挥之不去。等你遇到脚底有3颗痣的那人，滚！空旷的海底大阵中，那青年道着一声怒斥，再次催动手中的宝珠，却是再无效果。甚至他法力用得太猛了些，还招来了一些鱼虾的残魂，气得他差点将珠子捏碎。与此同时，距离此地3万里处，某个不起眼的小海沟中，抵达此地已经有一阵的黄龙真人正弯腰低头，对着面前的一名老妪躬声回答着什么。在老妪的身后，一口大鼎缓缓悬浮，若仔细的辨认，在海沟各处还有一道道身影在打坐修行，大半都是龙首道身，宛若石化了一般。重大挫败呀！大法师的身侧，李长寿睁开双眼，禁不住以手遮面，轻轻一叹：情报出现了重大的疏漏，我竟然跟西方教一样搞错了海眼的位置。受者千虑，自有一疏，这个回去是必须要写检讨的，大不了找个理由罚灵儿一起陪我一同抄写新编文字经几千遍。仔细想想，龙族应该是在很早之前就将海眼的真正位置给隐藏起来了吧。如此，李长寿倒也不必再多担心此事，始终是不能小觑龙族啊。大法师笑道：发生了何事？李长寿将此前自己去阻扰金蝉子之事详细禀告，大法师不由得露出了几分轻笑，鼓励道：不必因这般小事就垂头丧气，你做得已十分周全，这些都是龙族机密之事，也非你打探就能打探到的。李长寿略微皱眉，低声道：弟子请了黄龙真人去守护海眼，黄龙真人也是龙族老龙了，应当是知道东海海眼的位置，那这会不会因此暴露了海眼之所在？玄都大法师沉吟几声，继续掐指推算。曾几何时，大法师为了完成老师交代之事，也曾绞尽脑汁不断思索，后来修为高了，神通强了，与天道感应越发清晰，也就习惯用了推算之法。天机所显，海眼无碍。李长寿的心底松了一口气，却又泛起了少许隐忧。推算之术他自然了解，为了防推演防推算，也做了许多的布置，现如今更是有圣人老爷出手帮他隔绝天机。也不知大法师是否想过，天机既然可以遮掩，也可以被蒙蔽，甚至也可以被人通过天机所误导。这话他自然不能说出来，料想大法师也应该思考过这般事才对。海眼暂时无碍，李长寿的心力也就放在了水晶宫周遭的乱战上。大婚此时只能暂停，毕竟敌人都打到自家门口了，龙族就算是再淡定，也不得不考虑宾客们的情绪。此时不少宾客已经是摩拳擦掌，纷纷言说外出对敌，但是老龙王依然是稳坐泰山而不动。几位龟丞相不断地开口，让大家稍安勿躁，宵小这就会被击退。
李长寿通过指道人构成的监察网络，在不断地评估各处战事。此时还不到天庭和自己出手的时机，越是这般混战，越要保持冷静，仔细分析。完美时机稍纵即逝。片刻之后，玄都大法师突然轻笑了一声，闭目凝神，抬手对着面前的水晶镜一点，里面的画面从海底大战、海鲜倾轧变成了一朵悠闲的白云。白云空悠悠，6名老道结伴而来。李长寿立刻认出了其中那个驼背老道，就是赵大爷走上那条不归路时小试牛刀的目标。赵师弟出手了。玄都大法师温声说着。画面中那蓝天白云突然变得一暗，这6位本来闲谈论道的西方教圣人弟子一个个变了面色。这种道运，这般情形，定海神珠！一人失声喊了一句，6人瞬间站起身来，各自看向了一个方向，手中宝光闪烁，有2个人额头还露出了冷汗。是埋伏！赵公明，你还要如何？今日我6师兄弟在此，还怕了你不成？李长寿听闻水晶镜中传来的喊话声，心底一阵感慨，这应该就是洪荒版的屏幕发声技术了。你看现在很多手机呢取消了听筒，用的就是这种屏幕发声的技术。要是能把这种想哪儿去了这感慨赵大爷的威慑力当真是可见一斑呐。哟，突然听到一声招呼，6个人齐齐看向了他们来的路上。只见周遭这被锁定的乾坤中出现了一条缝隙，一颗英俊威武的脑袋钻了出来。就是你们打伤的我！言罢，赵公明的身形已经是落在了这一片封禁的乾坤中，摔倒的动作竟是那般自然写意，令人舒畅。接下来吐血时，嘴唇张开的弧度，表情上的痛苦，双目中的无神，也是那般的生动形象，以假乱真。哎呀，你们6个联手欺负我贫道一人，这伤没几个元会好不了了。都跟我走，去碧游宫中找我老师说个明白。那6个人齐齐攥拳，额头青筋暴起。李长寿本体身侧，玄都大法师见状，先是懵了一阵，随后反应过来，笑的是前俯后仰，差点就岔了气儿。李长寿陪笑一二，心底一阵思索。时机成熟了，龙宫大战已经是接近了白热化，龙族死伤惨重，但对方也不好受。双方高手互有死伤，且众高手大战之地已是离了龙宫有少许的距离。这是龙族高手故意而为，免得波及水晶宫。对方6名圣人弟子被赵大爷拦下，此时天庭若不登场，更待何时？于是龙宫主殿中，李长寿的青年练气是皮的指导人在月老身侧拿出了一只玉符，当着月老与玉帝化身的面轻轻捏碎。随之李长寿道：月老，稍后请2位金仙境将军一同出手，等候东木宫将领。善。月老立刻点头答应，此时倒也并未有半点慌乱，尽显天庭高手之淡定。李长寿叮嘱完，立刻起身，带着少许的目光，快步走到了大殿角落，在奏乐的海女身旁，自顾自地甩出了几只纸人。2只纸人端着唢呐，2只纸人守着大鼓。李长寿笑道：各位，劳烦按此前演练的来。众海女乐师轻轻颔首，所奏乐曲突然变得激烈且紧张，激昂的唢呐声起，主殿内宾客齐齐被惊动。正此时，海面之上，天空深处，一束银白色的光柱直直劈落。这道光束在即将冲入海面之前，分作了漫天银光，道道银光中各自包裹着一名身着银甲的天兵，朝着水星宫直接落来。
龙族主殿中，大鼓雷动，乐声高亢，与外面传来的那一声威严的呼喝完美相融。奉玉帝陛下旨意，斩妖除魔，护四海生灵。天兵天将听令，但凡妖邪，杀无赦。4万天庭精兵齐声怒吼，声传10万里，震动此山河。天兵登场时，搞背景音乐虽然是图一乐的玩笑举动，但李长寿也是深思熟虑过的。他并非是单纯的为了给天庭造势，若只是为了造势，让东木宫自带乐团更合适。这唢呐声，这鼓声，既是玩笑之举，也是在对东海龙王以及龙族核心高层表明，他南海海神就是天庭的人。李长寿在此时给龙族一点明示铺垫，才能在稍后玉帝的旨意落到南海海神庙时，确保龙族一方不会搞出什么幺蛾子。且看龙宫大婚，祸乱起，天兵将士显地威。随着那数万名精锐天兵急速地冲入海水，龙宫主殿之内顿时起了嘈杂的话语声。这是天庭之人？天庭现在都有这么多兵将了，搞得不错嘛。之前不是都说天庭一穷二白，不过是道门的后院？天庭前来斩妖除魔，这话说的是真漂亮。李长寿对这些讨论并不怎么上心，此时炼气士小半都是瞧不起天庭的，当然了，大半压根儿就没有关注过天庭。李长寿暗自观察了一下殿内天庭9人的反应，发现他们都是各自跃跃欲试，想要冲出去与天庭精锐会合。玉帝的演技也是相当的不错，这一具化身充分带入了天将的角色，眼底满是捍卫天庭威严的荣光。转眼间，天兵即将冲到水晶宫。这一批天兵就是此时天庭之中真正的精锐，